一艘巡洋舰被叫做粉红女郎，是不是奇耻大辱啊？不过这么叫它也不冤枉啊，因为跟通常的灰色涂装不同，它就是被涂成粉红色的，而且这个粉红呢还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叫做蒙巴顿粉红，是由棕灰色与少量的威尼斯红混合而成的，得名于皇家海军上将路易斯·蒙巴顿。蒙巴顿啊是在二战爆发的时候成为了第5驱逐舰舰队的指挥官的。那个时候舰队的涂装呢还一切正常，也就是便于在海面上伪装的深灰色了。但是改变发生在1940年的一天，当蒙巴顿的舰队护送一支商船队行驶在太阳即将落下的海面上时，他注意到其中有一艘商船呢在视野里面消失的速度特别快。那是一艘被涂成了淡紫色的联合城堡班轮。这个现象让蒙巴顿意识到，粉色也是一种很好的伪装色啊，尤其是在黎明和黄昏期间，恰好对船只来说也是最危险的时期，更是可以利用它来提高隐藏的效果了。于是他就下令将舰队的涂装统一更换为粉红色。所以你看，英国人的烧气呢是从来都不缺的，哪怕打仗也是要找个正当的理由烧起来啊，好吗？那有疗效吗？其实并没有正式的结论啊。反对者认为，由于普肯野效应的存在，也就是亮的时候它比别人更亮，暗的时候它又比别人更暗，只会让船看起来更加明显嘛。而支持者经常会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那个别称粉红女郎的巡洋舰肯尼亚号了。在一次突袭行动中呢，他被德军的海岸重炮轰击了数分钟，但却只受了点轻伤，便全身而退了。是不是很奇怪啊？首先啊，值得肯定的是，它的确跟粉红色的涂装有关。但是却跟蒙巴顿的设想完全就无关啊，而是德国人在炮弹中使用的染色剂正好就是粉色的，使得侦察员无法区分到底哪边是炮弹的飞溅，哪边是真正的船身，才让很多炮都射偏了嘛。好了，这种颜色的争议啊，到了雷达普及的年代就完全不重要了。船身想要什么颜色都是可以的嘛，只要涂料里面能够有足够的锡箔材料就可以了。不过你注意到了没有？相比起变来变去的船身颜色，船底的颜色似乎一直就没有怎么变过，基本上都是红色的。为什么呢？这个传统啊，几乎延续2000多年了。回到早期的风帆时代，那个时候呢，木质的帆船就开始缓慢地绘制出世界各地的海图了。由于行驶的足够慢，船身也足够的粗糙，就使它们成为了水下生物的理想温床了。不花钱就能住的酒店还是环球酒店，多香啊！于是什么藤壶、船躯、海藻之类的，简直是能上多少就上多少，完全不设上限。但问题是，带上它们对船没有好处啊，反而直接和间接的伤害还不小啊。船躯会钻透木质的船身，造成漏水，影响结构强度；藤壶和海藻会使船身的表面更为粗糙，带来额外的阻力，而它们都会增加船身的重量，拖慢航行的速度嘛。这长此以往可不是个办法啊，一定要赶走它们才行啊。早期呢，人们使用薄铅板和薄铜板来包裹木质的船壳，的确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后来由于舰船开始大量使用钢材了，如果继续覆铜的话，实际上在海水中呢就会发生电化学反应，导致船壳不断被腐蚀，所以覆铜的做法是再也行不通了。那怎么办呢？人们决定换个思路啊，既然我赶不走你，那你来吧，我毒死你好了。怎么毒呢？氧化汞和氧化亚铜这2种有毒的材料从此就上场了。恰好它俩天然都带有一点红色，于是还有它们的船漆就都是红色的了。它叫做防污漆，从2战开始，经过多轮升级，一直就被我们用到了现在，发展成为2个大类：硬涂层和软涂层。两者都会缓慢地向海水中释放含铜毒剂，但区别在于软涂层是靠慢慢地把自己的外层剥落，从而让毒剂渗出来的，而硬涂层嘛，则是在不剥落外层的情况下，逐渐从外到里释放毒剂的。所以第一，它们都是有效期的，定期就要回到干船坞中重新上漆。第二，它们都是会污染海洋环境的，尽管我们已经越来越注重这一点了。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内容了。关于船舶的知识，其实还有几个特别有趣啊，比如超级邮轮要是坏在大海中央动弹不了了，怎么维修呢？比如港口中的最萌身高差，小拖船怎么可以拖动大它无数倍的大巨轮呢？等等，这些我接下来可能都会讲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一艘全速前进的航母在紧急刹车之后，需要多久才能完全停下来呢？
以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为例啊，当它以超过30节的最高航速，也就是56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航行时，从关闭引擎到完全静止呢，大概还会驶过4.8到8公里的距离。幸好这是在宽阔的海面上吧，否则这样的刹车距离会把自己撞来什么都不剩的。稍等。这不是刹车啊，只是切断了前进的动力而已嘛，并没有像汽车的刹车那样主动做点什么让自己停下来啊。是的啊，同样得益于海洋的宽广，船在水里面是真的很少有踩刹车的时候的。但真要是遇上极端情况，比如前方有一排水雷等在那儿，就不能只是这么躺平了嘛。不管是航母还是别的什么船呢，都会做一种叫做完全倒车停船的测试，就是当船长下令刹车的那一刻，马上将全速向前推进的螺旋桨反过来转，使它切换到完全倒车的状态，以此来达到主动刹车的目的，缩短船只的刹车距离。采用这种方式后呢，航母终于可以在大约1.6公里的距离内停下来了，缩短到只有原来的1/5，相当可观啊。不过呢，1.6公里也不是个小数啊，都可以绕操场跑上4圈了，万一水雷离它就只有200米远呢？好吧，那就只能真的躺平了。也不是啊，曾经有一艘战列舰就用了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直接将刹车距离缩短到原来的1/40，使270米长、57000吨重的船身从时速61公里减到完全静止呢，只用了180米的距离。这个效果把 F1 的刹车丢到水里面都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啊。所以你猜猜他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我要告诉你啊，它肯定不是电影《超级战舰》里面的那艘战列舰，没谁会真的用抛锚来刹船的。那么船上还能用的东西有哪些呢？这样啊，我来给你一些提示。完成这个操作的是一艘威斯康星号战列舰，它是爱荷华级战列舰中的一艘。咱们先来看看它的船体结构是怎样的，重点放在船尾的动力部分。爱荷华级战列舰呢，拥有4个推进螺旋桨，2个靠外，2个靠内，都是并列着排列的，并且2组螺旋桨的桨叶数还不一样。靠外的1、4号螺旋桨有4个叶片，而靠内的2、3号螺旋桨呢，则有5个叶片，所以要更加庞大一些。同时啊，你仔细看，与2、3号螺旋桨几乎成一条直线排列的是爱荷华级战列舰的那2个巨大的尾舵了。于是这2个尾舵啊，就在船身下方人为的造出了一个虚拟的隧道，让大量的水流呢从中通过。好了，提示到这儿，你现在能猜到它用的是什么方法了吗？来，3、2、1，它是将原本只能同步旋转的尾舵解锁后，把它们都向内转动90度，关闭中间的虚拟隧道，利用水流的强大阻力来帮战舰快速减速的，跟高速降落的飞机用的减速伞是一个道理的。有没有被惊到啊？这项测试呢，据说发生在1958年，当威斯康星号战列舰即将退役之时，美国海军觉得就这样直接把它退了，好像有些亏啊，干脆拿它做点之前一直想做，但是却一直就不敢做的试验。为什么不敢做呢？因为它可能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嘛。你看，爱荷华级战列舰是装着双舵的，双舵既有利于战舰在水面上的灵活机动，又可以在一边战损后利用另一边继续保持工作，还可以海军给它起名叫做谷仓门挡，让它们像谷仓的2扇门一样向内关闭，把水流给堵住，实现所谓的紧急停止了。但强大的水压势必会对战舰的结构，尤其是尾舵的结构造成一定的破坏嘛。正常情况下要做这样的实验成本太高了嘛。但既然威斯康星号都要退役了，那就不做白不做呗。于是1958年的某一天，海面上的威斯康星号4台螺旋桨的转速被逐步加速到215 RPM 左右，此时它迎来了自己的极速，大约32节左右。随着船长一声令下，螺旋桨被扳到反转，2个尾舵也向内扣起，站在船头的水手呢，立马也搬起一块木头，对着侧面就扔到了海里面。接着赶紧抓住旁边一切可以抓的东西，否则急速刹车的战列舰呢，就会将它也给摔到海里面去了。一阵巨大的晃动之后，威斯康星号很快就停了下来，水手开始沿着侧舷去寻找那块被扔到海里面的木头，发现它呢，此刻正安静地漂浮在3号炮塔的附近。这也就是说从开始刹船到完全停住，威斯康星号只向前继续行驶了2/3个船身的长度，180米左右，是正常距离的1/10，绝对的开挂啊！虽然尾舵的确是受损了，以至于在1980年代重新启用时呢，不得不对它进行维修才能够再下水。但好歹嘛，面对200米前方的水雷，用这个方式你至少还能够有维修的机会吧。所以同样也是用了双舵的航母，是不是也能采用谷仓门挡的方式来快速刹船呢？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就连反转螺旋桨的完全倒车停船都是几乎不可能用的。我在 Quora 上看了一篇这样的高赞回答，答主说他在80年代早期正好在引擎室内经历了一系列肯尼迪号航母的紧急停船测试，所以是很有发言权的。用他的话来说啊，当紧急停船时呢，整个引擎室都变得混乱不堪了，航母开始摇晃，操作台的仪表呢开始飞快的旋转，舰员们开始大声的报告时刻变化的压力数据，灰尘和污垢从震动的管线上被崩了下来，你只能紧紧的抓住身边的东西才能勉强保持站立。螺旋桨周围的水沸腾了，于是开始失去抓地力，或者该说抓海力。82655吨的金属正在集体发出抗议的声音。好吧，都这样了，还有谁敢在他身上去试更加刺激的谷仓门档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这艘船是怎么了？你看它的头越翘越高，是要沉了吗？是的，它是在沉，但又不是真的要沉，所以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一艘设计和建造于1962年的船，英文名叫做 Flip。翻译过来呢，正好是翻转的意思，还挺贴切的啊。但其实真正的全称应该是浮动试验平台。对的啊，你看它主打的是平台，至于船的部分嘛，只是临时扮演的角色而已。当它完全漂浮在水面上的时候呢，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几乎只有船头的那部分看起来才像是一艘正常的船，剩下的5/6就是一根又粗又圆的长管子。很像潜艇，有没有？所以它注定就是要被潜到水下去的。当 Flip 就位之后呢，就会往后面的大管子里面泵入700吨的海水。于是，在大约30分钟之后，在压舱水的作用下呢 ，Flip 就从水平切换成了垂直的状态。伸出水面的那部分大约有5层楼那么高，而且呢，它的确也是被分成了好几层的。你既可以从舱内的梯子爬上爬下，也可以选择舱外的舷梯。360度，应该说是180度的无敌海景，要我一定选它。当然，当初造它呢，可并不是为了无敌海景而是为了研究与潜艇有关的海洋中声波的特性的，尤其是美国的老对头苏联潜艇的声波特性了。当你把听水器放到一艘漂浮在海面上的研究船上去仔细的监听水里面的声音时呢，常常都会受到自身的干扰，因为起伏的海浪也会让船只一起起伏嘛。而这样的起伏呢，也会在水中造成回波，干扰了本来就十分微弱的声呐信号。所以195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呢，一直就很不稳定。等到了1960年代，2名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呢，突发奇想，为什么就不能把船给竖起来呢？在绝大部分都埋入水下之后，波浪对它的影响不就小了很多吗？海军研究办公室资助了他们，于是船舶史上就有了这么一个怪物。实践证明它的确非常抗浪，在浪高10米的情况下 Flip 的上下起伏呢也不会超过1米，并且最高还能扛住高达25米的巨浪。这不仅使它成为一个完美的科研平台，并且也使它成为了一个完美的居住平台。晕船吗？上了它保证跟晕船说拜拜。一开始使用它的初衷是白天上去搞研究，晚上从上面下来回到母舰上休息，但谁料科学家们一上去就不肯下来了，所以后来干脆多加一些床位吧，还不如让他们一待呢就直接几个星期好了。对了，最后一点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随着 Flip 在水平和垂直之间的切换其实它的舱内在空间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嘛。原来的墙壁变成了地板，原来的天窗变成了舱门，所以它的舱内设施有啥玄机没有当然有它们中的大部分，比如双层床、橱柜、马桶等等，都是通过转环安装到侧壁上的，可以随着 Flip 的旋转呢，自动保持在头上脚下的垂直位置。但是像一些实在不好旋转的东西，比如水槽，那就只能一个房间来上2个呗，水平垂直各来一个。只是在切换开关的时候呢，需要特别注意罢了。我本来还想说为什么马桶不来2个呢？但一想到如果它的开关切换错了，需要付出的代价后，不得不感叹，还是设计者有智慧自从上次我把这架玩具无人机折腾的只能离地几毫米之后呢，我就在想，干脆咱就把它变成是一个气垫船得了，说不定还能带来一个精彩的视频呢。这不它来了，总体上看起来呢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地方原本是园区准备建来做个景观的，里面应该会有浅浅的水才对，结果烂尾了，只剩下一片凹凸不平的大理石地面。
完美，也不太完美。完美在于啊，它有效地证明了我的这个气垫船呢，跟真的气垫船是一样的，不怎么挑地形嘛，是越崎岖越敢上啊。不仅在坡坡坎坎的大理石板子上开得飞快，在我的工作室毛糙的地毯上呢，也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存在感，有意思啊。但不完美在于它这儿没有水，对不对？气垫船当然也应该在水面上开得飞快才对啊。哎，我想起来了，园区里面是有水的啊，比如这儿，咱试试啊。哎，是你个鬼啊！逗你们玩的啊！我这个连电路板都是在裸奔的小玩意儿，怎么能见水呢？让它这么快就变成一次性的，我还有点舍不得呢。回去喽。当然，真正的气垫船在水上飙起来，那是一点都不含糊的。比如最著名的例子是1968年至2000年期间往返于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巨型气垫船 SR-N4 了。最多的时候呢，它能够装载60辆汽车和418名乘客，在30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跨越海峡，比传统的渡轮节约了整整1个小时啊，被称为是海上的协和式。也许吧，就是这个名字把它给叫错了，它还真就跟协和式一样，最终落得了个淘汰出局的命运嘛。其实原理上，气垫船并不复杂，就是通过螺旋桨或者是涡轮将空气推到船身的下方，利用空气的压力将船身托起来，使其离开地面，或者是水面，或者是沙面，或者是沼泽面，总之吧，各种的面啊。于是摩擦力减小，就能够在后向吹气的螺旋桨的推动之下呢，快速的往前运动了。正是由于它摩擦力很小，所以它通常都能够获得更高的速度。看起来呢，的确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交通工具啊。可为什么在运行了30多年以后，海上协和式 SR-N4 还是最终退役了呢？这简直就没法说了啊！原因居然也跟协和式如出一辙。首先是运营贵，连着这4个巨大螺旋桨的发动机，每小时要吃掉大约3800升的航空燃油。这是在油价低的时候呢，还能够勉强过得去。但是当20世纪70年代的到来，油价飙升之后呢，它每开一次几乎都是入不敷出了。另外，它维护起来也是相当的不便宜啊。比方说这4周的一圈的裙子了。对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气垫船都要加裙子呢？因为它可以大幅提高气垫船的悬浮高度嘛，是气垫船上最重要的2大发明之一。现代气垫船是由英国工程师克里斯托夫·科克雷尔发明的。一开始，他指望的是英国军方，希望他们能够在他的发明身上呢看到那几乎无限的军用可能。结果，军方只兴奋了一阵子，做完一个模型之后呢，就很快转移到了别的爱好上面去了。没有得到足够资助的科克雷尔转身找到了桑德斯罗，后者制造了一些相当有名的水上飞机。结果8个月以后第一艘全尺寸的气垫船SR-N1 就诞生了。虽然它看上去跟一个放大版的悬浮光盘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却为所有的气垫船带来了2个重要的技术啊。第一个是将空气从4周吹向中间，而不是从中间将空气吹向4周，因为后者更容易让空气从4周溢出嘛。前者相比起来呢，则会将更多的空气聚集起来，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不仅能够相应的减小发动机的尺寸还能够把气垫船托举得更高从而获得更好的通过能力。此时它已经能够离地23厘米了，但是也是最大的23厘米。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面，大概也不敢开到海面上去的吧？怎么办呢？这就来到了第2个重要的技术发明了，加围裙嘛。一种围绕着悬浮表面的柔性材料，以便将更多的空气装在里面。于是 SR-N1 的最高悬浮高度一下子呢就攀到了超过1米的水平了。漂亮。回到 SR-N4 在围裙的加持之下呢，它能够在海浪达到2.5米的情况下依然畅行无阻，对付大部分的天气呢够用了。但是代价高昂柔软的围裙极易损坏，几乎每运行一次呢都需要很多的维护和修补才行。这好不容易赚来的钱又都花出去了，实在是很难平衡再加上烂天气，海浪远高于2.5米，它只好就被困在港口，出行的稳定性呢就无法得到保证了。安全性，一次导致4人死亡的重大事故和数次有惊无险的小毛小病，也让人们对它的兴趣呢就越来越淡了。直到最后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免税店取消了。其实到了后期，运营公司靠卖船票已经是完全收不回成本了但好在大家都喜欢购物嘛，卖免税品依然能够创造不错的收入
勉强还能够维持得下去。这下你连货都不让人带了，那人家就只能断更了嘛。于是巨型气垫船拜拜。其实也不用拜拜啊，民用的大型没有了，军用的依然存在啊。比如美国的 LCAC 能够载1辆主战坦克，比如俄罗斯的 Zubr 更大更厉害，能够载3辆坦克。他们作为2栖登陆的利器，几乎无法被替代啊。当然，民用救援以及一些特殊应用的气垫船呢，依然在这个世界上最偏僻、最恶劣的环境中飞驰着，比如破冰。跟破冰船通过将自己勺子状的加固船首压上冰面，再利用自身重量从上往下破冰不同，破冰气垫船主要靠的是自然的力量。压入气垫船船底的空气在离开气垫船之后呢，会在水里面产生尾流，而这些尾流在冰面以下传播时，就形成了波浪。波浪会将冰面往上面顶，从而让一整块被顶起来的巨大冰面 hold 不住自身的重力，破碎散开了，以此来完成了破冰的工作。是不是又学到了？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点赞、评论、关注，赶紧3连吧！通常情况下，一辆时速200公里的 F1从减速到停止只需要2秒多一点，开过65米远的距离；而一辆普通的高性能轿车呢，差一点需要4秒多才能停下来，刹车距离超过100米。那么一艘速度只有20节，也就是时速差不多才37公里的集装箱船刹下车不对，是刹下船，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停下来呢？10分钟。在停下来之前会开过2公里。对了，有一件事情我就很好奇了，船它靠什么来刹车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想要知道船靠什么刹车，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刹车它是怎么工作的。就拿汽车的刹车来说吧，它的工作原理呢是让旋转的车轮跟某个固定的物体，通常是刹车碟片之间产生摩擦来阻止两者的相对运动的。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刹车碟片想要轮子陪自己一起进一进，两个一起进了，汽车也只好进了。那船呢，有可能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刹车吗？好像不太可能呀。你想轮子进了，汽车之所以能够进，是因为它不可能靠静止的轮胎在地面上滑行着前进嘛，摩擦力太大。而船呢，它没有轮子，本来就是在水面上滑行的，而且一开始为了减少水面对它造成的阻力，还专门把自己设计成了一个能够剪开水面的造型。于是即使把它身上最接近汽车轮胎作用的螺旋桨给刹住，它照样也还是能够在惯性的作用下把自己划出一段相当可观的距离啊。这个怎么办呢？我相信聪明如你们呢，一定已经想到办法了，那就是把螺旋桨反过来转。的确船就是这么干的。那接下来的操作就很简单了吧？我相信就像机车有倒档一样，只需要把船挂上倒档不就好了吗？其实还真没那么简单。你看人家船上是怎么挂档的，就知道这中间的区别了。后退档跟前进档一样的多。那我们就来讲讲通常情况下有3种方式可以实现螺旋桨的反转。第一种就是使用可变螺距的螺旋桨，在旋转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呢，它可以通过改变桨叶的角度来向不同的方向产生推力，甚至这些推力的大小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调整的，非常的灵活方便。第二种呢，就是用齿轮箱了，这个跟汽车上面的齿轮箱还是非常像的。首先是可以变速，其次呢是可以反转，听起来和用起来应该都是一样简单。第3种呢，才是我要说的重点了，那就是通过让发动机反过来转，使螺旋桨反过来的。你再细细品一品就能体会到这中间有多不正常了。这就相当于你要倒车入库，还得要先熄个火，然后再重新点火，还得要想个办法保证它点火之后是反着转起来的。好吧，倒呗。一次还没有对准，再熄个火，点个火往前开点，再熄火点火倒进去。这车要真这样还怎么开我不是在怀疑船长的驾驶技术只是纳闷这明明有更好的方法，为什么要费力跑发动机里面求关注呢？原来前面2个方案都是有弊端的。可变螺距的螺旋桨由于构造复杂，所以操纵系统也跟着复杂了起来，不仅造价较高，而且维护保养也很困难，再加上更厚的根部更容易发生空泡腐蚀，更粗的鼓径意味着更低的效率，所以它的应用一般都被限制在了必须要强调灵活性的船上，像那些大型的远洋游轮就别想了那装个齿轮箱总是成的吧？事实上呢，齿轮箱一般也不装在大船上，因为大型船只所使用的发动机本来转速就很慢了，完全没有必要再来一道齿轮调速，直接接上螺旋桨就能干活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大船刹车要直接动发动机了，这是权衡之后的最优解
而且说句实话，轮船在占了地球表面积70%之多的海洋上开，还有多少机会能够让它踩一脚急刹车呢？而且它也在想尽了办法避免遇到这样的情况，比方说雷达、超级响亮的汽笛、穿透力极强的照明等等，都可以提醒自己和对方保持安全距离。但我们就假设一下极端情况啊，万一前方突然闯出一只哥斯拉，要怎么杀？不要紧张，我们按部就班的来。实际上，每一艘船在交付之前呢，都是要做碰撞试验的，完整的名称叫做碰撞停止试验，就是在把它开到全速前进之后，再猛踩一脚刹车，看看它到底要用多久，要用多远停下来。这个叫做船舶的航迹长度，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帮助船长估计当面对紧急情况时，自己还能争取多少时间和距离。那么下面就是具体的操作环节了，大体上呢分为3个步骤。由于它跟轮船的发动机是如何工作有关的，所以我们还要先花点时间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不同于常见于汽车里面的4冲程汽油发动机，大型船只的发动机呢，基本上都是2冲程的柴油发动机。理由很简单啊，力大可靠，不挑油。至于污染嘛，暂时还没有接到海洋动物的投诉。4冲程内燃机的每一个冲程是如何工作的，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吧？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吧。活塞第一次向下的行程是吸气，此时呢进气门打开，雾化的汽油混合着空气一起进到气缸。第二个行程是活塞向上运动压缩气体，此时进气门关闭，混合气体在压缩下温度上升，触发火花塞点火。如果是柴油机的话，就是直接靠压缩后升温点燃的，不用火花塞，这点呢是有点区别的。第3个行程就是活塞在混合气体爆炸后产生的高压驱动下，再次转头向下走。第4个行程啊，在飞轮惯性的作用下，活塞向上回到最初的位置。此时排气门就需要打开了，废气于是被排了出去。这样周而复始下去呢，发动机就能不断的把活塞的直线往复运动转变为曲轴的旋转运动了。那2冲程的船用柴油机跟这个有何区别呢？就是只要活塞上下往复运动一次，就完成了一个工作循环。具体是这么做的啊，活塞先是在柴油混合空气燃烧爆炸后的压力推动下往下运动，当扫过气缸底部的进气口之后呢，经过涡轮加压的新鲜空气随之从底部吹了进来。与此同时，气缸顶部的排气门打开，废气被吹出后再迅速关闭。接着在飞轮提供的惯性下，活塞往上运动压缩空气，当快要到达顶部，气压和温度都足够大时，触发喷油压燃混合气体，推动活塞下行，开启下一个工作循环。所以你看，喷油时机和排气时机正好是相对的。如果想要改变飞轮的旋转方向，就需要在这2个时机的安排上做点文章。而这2个时机的触发都是由凸轮机构完成的。那么结论就很明显了，可以调整的凸轮机构就是关键。好了，回到刹车的3部曲啊，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第一步是切断发动机的燃油供应，虽然没有了新的爆炸做功了，但惯性依然会让活塞继续运动下去的。于是第2步就是要抑制这样的惯性运动了，靠的是将压缩气体从上部注入到气缸，跟活塞反着干。这个气体很有意思啊，既叫做刹车气体，又叫做启动气体，完全取决于它正在干的这个活是什么性质的。第3步，在刹车气体的帮助下，活塞慢了下来，并最终停住。然后呢，只需要将负责喷油时机和排气时机的凸轮切换到与之前相反的位置，也就是倒车的位置，并恢复供油，飞轮就可以换个方向旋转起来了。当然，反着转的螺旋桨也就能够让轮船尽快停下来了。好了，相比起来呢，还是捏一下就会停的手刹比较适合我啊。今天的视频可能稍微有点复杂，要是你没有看懂的话，就多刷几遍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跟我一起永远年轻，永远好奇。AK-47有效射程300米，子弹初速710米每秒。不过那是在空气当中，如果把它放到水里面扫射，它能打多远呢？不会超过2米远。为什么？因为水的阻力是空气阻力的800倍。你能体会到船它有多难了吧？在阻力如此之高的地方前进呢，难怪它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的脑袋削得尖尖的了。但不对啊，我看到了一个很反常的现象，在很多大船的船头下方居然突出了一个看起来又圆又笨的东西。在我看来呢，它不仅拉低了整体的颜值，而且难道不会拉低船头的流线造型，让原本就不小的阻力进一步的增加吗？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解释。今天它来了，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船头上凸出来的一块东西叫做什么名字，有什么样的作用，而这样的作用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有怎样的意义呢？好，先来说它叫什么名字，它叫做船鼻手，或者叫做球鼻手，都很形象啊。毕竟这么凸出来的一块呢，确实是很像船的鼻子嘛。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船头上装上它了？先来说结论啊，它跟我之前想的恰恰相反，不仅不会增加船的阻力，反而还会降低船的阻力。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先来看一艘没有船鼻手的船在水面上前进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本质上，当一艘船在前进的时候呢，它是在推着前方的水一起前进的，所以首当其冲，船头部位面临着最大的阻力，同时也把这里的水推到最高的位置。接下来这部分被推高的水必须要流到某个地方，于是它只好沿着船身侧面往后往下流去，进而就形成了一个遍及整个船体的上下起伏的波浪。这样就带来了一个明显的坏处。我们都知道啊，阻力的大小是跟接触面积有关的，接触面积越大呢，阻力也就越大。而当这部分沿着船身侧面往后流动的水震荡起伏的越厉害的时候呢，它跟船身之间的接触面积就会变大了，所带来的阻力也就变大了。这种阻力叫做心波阻力，它不仅会消耗掉更多的燃料，也会拉低这艘船的最高航速。举一个现实当中的例子啊，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曾经制作了一部关于玛丽皇后2号邮轮的纪录片，里面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啊。这艘造价8亿美元的邮轮，在其总体设计已经定下来的情况下呢，航速却没有达到要求，最高只有20多节。而订货厂商的要求是，该邮轮在平静海面必须具有接近或者超过30节的航速，要保证它能够在6天内横渡大西洋，从而具备无法匹敌的竞争力。然而，此时的邮轮动力推进系统已经开工，没法再额外增加功率了，这个愁坏了邮轮制造厂商。最后，你猜他们怎么着？他们的设计师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把玛丽皇后2号船头前面的那个突出物加长了2米，然后问题就得到解决了，邮轮航速终于超过了30节。可见船鼻手在降低阻力方面堪比魔法啊！但我们该如何用科学来解释它呢？有2种解释啊。一种解释是，当我们把一个球状的物体放到水下移动时，由于球前方的水体受到挤压，所以压力上升，从而使上面的水面隆起，而到了球的后面，压力下降，水面也就被拉了下来，碰到船头后，自然也就不会涌起太高的波浪了。另一种解释是，船鼻手所产生的波浪能够跟船头其他部分产生的波浪相互抵消，就像是你让一个波正好跟与它的相位相差180度的另外一个波叠加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2个波都消失了，从此变成了一条直线，浪直了，阻力变小了，油耗变低了，速度变快了，谁不高兴呢？难怪我们现在可以在很多不同类型的船上看到造型各异的鼻子，它们有的前身较长，前端较尖，横截面呈现出圆形或者椭圆形，浸在水里面的深度也较大，叫做撞角型船鼻手，通常用在低速丰满的船型上面，满载和压载时的降阻效果都很好。另外一种看起来比较收敛的船鼻手呢，叫做水滴型船鼻手，它出现的最早啊，特征是体积较小且集中于船头的中下部。这种船鼻手有利于减小设计水线的径流角，多用于中高速的船上。还有一种船鼻手叫做 SV 型船鼻手，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并被广泛使用，其特征是整个船首从侧面看起来呈现出 S 型，而鼻手下部的横截面呢，则呈现出 V 型，适用于手部剖面呈 V 型的船，在较宽广的速度范围内均能降低船体的阻力，并提高推进效率，还能显著减小船首底部与海浪之间所产生的撞击力，专业术语叫做抨击，从而避免了结构变形与破损，增加了安全性。此外，SV 型船鼻手还有较好的破冰性能，所以用在破冰船上错不了。当然还有其他类型的船鼻手，我就留给大家来帮我补充吧。最后我想再补充一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几乎用到了，跟这个工作原理一模一样，但是却比它又更离我们亲近一点的一样东西，你猜到了吗？降噪耳机。因为声音也是一种波，为了抵消耳机外传来的杂音的声波呢，降噪耳机会主动制造出一个跟它的相位完全相反的波，去抵消掉它。是不是像极了传笔手的角色呢？不知道当初第一个发明了降噪耳机的阿尔玛博士有没有受此启发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今天我们来玩沙子，这是一个船锚，这是另外一个船锚。准确点说呢，这是一个有杆锚，这是一个无杆锚，起到的作用都是在停船的时候让船不会随意移动。
那么，如果在航行时遇到突发情况，比如快要撞岸搁浅时，能不能通过抛锚来紧急刹一把船呢？虽然超级战舰告诉我们可以，但你千万不要当真，事实情况是不行。为什么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专门用 3D 打印做了一个船锚的模型。然后通过实验来讲讲船锚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以及为什么它就是不能用来紧急刹船。先来说船锚啊，早期的船锚基本上都是这种有杆锚。为什么它叫做有杆锚呢？因为在锚杆快要接近锚环的顶部呢，还横着一根横杆，从而构成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船锚图案。但它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误导性的。要是光看图的话，我们会很容易以为横杆与锚壁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但实际上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相互垂直。之所以要相互垂直啊，目的是为了让船锚在触底时，锚壁能够跟水底保持垂直关系，这样就能在锚链拉着船锚横向运动时，把锚爪很自然地离到水底的泥沙里面去了。后来啊，发展出了这种无杆锚。它没有横杆，沉到水底后就直接这样平躺了下来。那它怎么把自己的锚爪离到沙子里面去呢？你肯定注意到了啊，无杆锚的锚壁和锚杆是活动的，它们之间可以自由地转动一定的角度。当两者都躺平在水底后，如果受到横向的拉动，锚杆就会牵着锚壁一起移动。但由于锚爪伸在前方，它自然就具有下垂的倾向，再加上水底泥沙与其他凸起物对其的阻挡作用，就只能逼着它顺势开始往下挖了，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锚固点。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就不能用它来刹船呢？即使不能完全刹住啊，但拖着泥沙一起跑，总能提供很大的阻力，为停船起到一定的作用吧？实际上呢，还真是不行啊。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2次都重点说到了横向运动，船锚必须要离近图里面才能提供阻力，而离近图里面的条件就是躺平了横向移动。如果开船时把船锚抛进水里，锚链基本上跟水是呈90度的，这个时候船锚根本就不会离进水底的泥沙当中，怎么可能提供阻力呢？只会一蹦一跳的跟着船一起跑。所以啊，想要刹船还是得老老实实的用别的办法，想知道吗？看看这个视频就可以了。所以回到船锚固定船只的问题上，看起来锚链也是相当重要的。不是相当重要，而是至关重要，甚至比起船锚还要来得更加重要。除了能够拉动船锚，它还有另外2个功效，一个是平躺在水底的那一段提供的摩擦力，另一个是悬在水中的那一段提供的下拉力。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讲讲。假设一艘船需要停在水深100米的海面上，它应该要抛下多长的锚链呢？是正好就100米吗？显然啊，根据我们之前讲的，这是不够的，至少要让船锚躺平嘛。那躺平之后还要再继续放下多长的锚链呢？它至少得是水深的3到5倍，甚至如果天气恶劣的话，得要放下去7到8倍于水深的锚链长度。它们的一大部分呢会沉到海底，埋进泥沙，从而提供出足够的摩擦力。而另一部分就是悬在水底与船只之间的部分则形成一个悬链线，它可以利用自身的重力储存大量的能量。悬链线跟抛物线有点像，但却是由一条2端都有支撑的链条垂下来所形成的一个物理曲线，所以跟抛物线有着完全不同的数学公式。它的下垂深度呢，跟2个端点之间的间距以及自身的长度都是有关系的。总的来说，垂得越深，材质越重，所储存的势能也就越多，越能把上面的船给拽住。所以这么比起来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小不点的船锚似乎无关痛痒了呢？这么说也不太公平啊，至少人家还是给锚链挂了个起点嘛。好了，最后再分享一个有趣的小知识：船员是怎么知道已经放了多长的锚链到水里面去的呢？他们是通过观察锚链上面的一个特殊的链环。普通的锚链一般是黑色的，每段长90英尺，也就是27米多一点，叫做一节。然后很多节连在一起组成完整的锚链，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就是链环了。它们由红色和白色组成，红色的链环在中间，白色的链环在2边。要是第1节的话，2边就各挂1个白色的链环。要是第2节的话，2边就各挂2个白色的链环，以此类推。于是船员靠观察红色链环的2边到底有几个白色链环，就能够知道已经有多少节锚链入水了，是不是既直观又简单呢？当然，要是能够把这个船链的模型拿在手上仔细的观察实验，也肯定够直观吧。所以老规矩，点赞、评论、转发，我给大家准备了3个
评论最精彩的，它就是你的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你能相信吗？帆船为了让自己开得更快，居然能够凭空造出风来，这是怎么回事？时速100的发动机能够把汽车开到时速200吗？当然不能啊。但是帆船就能用时速46公里的风，把自己开到接近130公里的时速，超过发动机近3倍。这又是如何做到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看起来非常反直觉的现象。作为自身不带动力的帆船，风就成了其唯一的动力来源了。而常识告诉我们，风在后，船在前，直接对着它吹，能够把最大的风力传递到船身上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理应使船跑出最快的速度，没错吧？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最快速度有可能达到，甚至是超过吹着它前进的风的速度吗？我们来看看啊。随着船速增加呢，船和风之间的速度差也在逐渐的减小，而帆船的推力正是来自于这样的速度差。速度差减小了，意味着帆船所获得的推力也减小了。但是有样东西却在不减反增，那就是帆船所受到的水的阻力。最终呢，仅剩一点的推力和阻力达到了平衡，帆船便失去了加速度，只能定格在一个比风速略小的速度上匀速前进了。看起来啊，即便是在理想情况下，帆船应该连跟风速平起平坐的机会都不会有，哪还能超过它呢？但真实情况就是啊，现代帆船不仅能够比风跑得快，而且还能比它快很多，这不逆天了吗？好比说你的同学抄了你的试卷，居然超出了比你高好几倍的成绩，你说这气不气人啊？才真不怪人家，关键是人家对于答案的理解深度是跟你不一样的。帆船对风的理解也不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么直白，在他的眼里面啊，它不是帆，而是机翼。就像是风并不会直接从下往上吹，然后把机翼连带整架飞机吹起来一样，帆也不会让风直接对着它的后面吹，而是跟机翼一样，与风之间保持一个相对的水平关系，然后利用更加强大的升力来使它前进。所以鼓起来的船帆从截面上看起来呢，也就长得跟一只机翼没太大区别了。伯努利效应在这里也秀出了自己的肌肉，看起来似乎跟空气有点关系的，就很难跑出伯努利的掌心啊。关于升力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相关的话题了。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建议一会儿一定要去刷一下哦。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帆船把风从作为推力升级成作为升力后该怎么操作。由于升力的方向是垂直于风向的，所以想要让帆船向前开，那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让风从帆船的正侧面吹过来，然后把帆以一个较小的夹角对齐风向就好了。看起来跟飞机的机翼要做的事情简直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时候，风作用于帆产生的升力正好跟船头的方向一致，自然就能够让帆船前进了。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帆船的动力并不是来自于其自身跟风之间的速度差，所以哪怕它开的是越来越快，只要风速不变，也能够获得持续而稳定的动力来源。换句话说，就是由风提供的加速度是始终存在的。那么这样讲起来，这个时候的帆船是不是就能够一路高歌，越跑越快，然后超出风速的数倍呢？很遗憾啊，也是不行的。因为别忘了啊，随着船速增加，水对船身的阻力也同样是在增加啊，两者还是会达到一个平衡点，然后呢，船速又被锁定了。那么有没有能够打开这把锁的钥匙呢？有的，那就是增加风速呗，因为风速越大，所能够提供的升力也就越大。你看飞机在起飞时为什么要拉满发动机，让自己加速到时速几百公里？不就是为了提高吹过来的风速，产生足够的升力吗？但问题是啊，人家飞机是有发动机的，想要风速呢，可以自己创造。你海面上的帆船有自己造风的能力吗？不可思议的是，有的。实际上，让帆船产生更大升力的、更大的风，就是由它自己创造出来的，然后供自己使用的。我怎么有种仿佛在说左脚蹬右脚就能够飞起来的感觉呢？但实际上，在这儿呢，它是相当科学的，是由运动的相对性所决定的。这一点，相信民间发明家黄渤深有体会。全方位多维立体加速感应器，可以让你在瞬间感受到风驰电掣的感觉。在海面上，如果你静止不动，会感受到真风，也就是原本真正的风速；而如果你动起来，就会感受到势风。这个跟你运动的方向、速度以及它跟真风之间的关系有关，是个相对概念。相信坐在黄渤拖拉机里面的乘客对此都有着深刻的理解。真风、船速、势风都是矢量，
都有方向和大小，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如下。可以看到啊，在针锋不变的情况下，传速越快，势风也就越大，而真正作用到帆上的其实是势风，那也就是势风越大，产生的升力也就越大，把船速推的也就越快，越快的船速再反过来增加势风，又可以让船速变得更快。你看啊，它们之间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完美的正循环关系：势风增大，升力增大，船速增大，然后势风增大，升力增大，船速增大，然后这个循环无限进行下去，岂不早晚超光速吗？哎，想得美啊！势风的大小的确在不断的增加，但是它的方向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呀，而且是越来越朝着正逆风的方向改变的。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不断改变帆的位置来迎接越来越大的势风，从而产生出越来越大的升力，但是由于升力的方向是垂直于风向的，也就是势风的方向，当势风变得越来越靠近正逆风方向时，升力的方向早就不再跟帆船前进的方向一致了，而是越来越斜，越来越斜，直到把帆船推翻掉。所以能够自己造风的帆船也是有个度的，只要不偏不倚，正好调到了那个度，不仅能够比自己的发动机还跑得快，而且呢还能跟自己的发动机反着干，逆风而行。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船用螺旋桨，它是破土而生的，不信你看。最近我经常刷到有关船用螺旋桨的视频，它们最吸引我的，除了大到夸张以外，就是表面那些闪闪发光的纹路了。我们随便来看几张照片，是不是都有这样十分漂亮的纹路在上面呢？我就纳闷了，这些纹路到底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又为什么要加工成这个样子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背后的奥秘。一个船用螺旋桨的诞生，大概需要经历以下这几个步骤：设计、打样、制造模具、机加工和最后的表面处理。我们分别来看看。先说设计啊，你有没有注意到，有的船用螺旋桨长着3个叶片，有的呢则长着4个叶片，还有的是5个、7个，甚至长着更多叶片的。为什么它们的叶片数都不一样呢？而且大多还是奇数的呢？这主要是在加工难度、生产成本、进动平衡和推进效率之间取得平衡。螺旋桨靠旋转来切割和推动水流产生推力，在其桨叶高速移动的同时呢，会在背部制造出一个低压区，使这里水的沸点降低，很容易就沸腾起来了，生成大量的气泡。这些气泡在水压下会迅速破裂，产生出强大的冲击波，发出巨大的噪音，同时还会对桨叶造成伤害。所以我们就要尽量让螺旋桨转得慢一些，以减少这些气泡的产生。但为了只减转速不减航速呢，我们就得要在桨叶上做加法才行。理论上，转速越慢，桨叶越多才是效率比较高的做法。不过很明显啊，这样做之后呢，成本就太高了。除非是像潜艇这种对噪音特别敏感的船只，其他的商用船嘛，完全是可以折个中的，用3片、5片，然后转速提高一点点就可以了。另外啊，为了减少叶片之间的共振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这一片叶片的对面没有与它隔轴相望的另一片叶片了。用奇数片叶片呢，就正好解决这个问题了。但这些呢，都只是理论上的。你看，现在明明是4个桨叶的螺旋桨占多数，所以说嘛，它是一个成本与效率相对比较高的考虑了。好了，当已经决定好用多大的尺寸的螺旋桨，插多少个叶片，以及倾角是多少之后呢，就需要把图纸上的设计制作成真正的样品了。它一般会使用木材与发泡材料，由机器或者手工来完成。这里呢，我比较佩服的是手工的部分啊。先是用木片一层一层的粘在一起，然后再慢慢的切削打磨，变成最终桨叶的造型。这个过程啊，你能说它不是一种工匠精神的体现吗？接着就是制作模具了。有的螺旋桨是一体化铸造，有的比如可以改变桨距的螺旋桨呢，则是单个桨叶分开铸造的。但不管是哪种啊，制作精确的模具都相当重要。它用到的是沙子，在混合好沙子之后呢，将它们铺到第2步制作的样品，其实应该叫做模板更合适，它的下面，然后塞紧修形，灌入2氧化碳加固，再上火烘烤，加入一种特殊的液体，防止接下来熔融的金属液渗入到沙子里面，就可以进入到下一步了。当然，模具是分成上下模的哦，这样合起来才能在其中塑造出一个完整的螺旋桨造型嘛。浇灌进去的是一种由8种金属组合而成的合金，其中铜就占了大约80%，其余的还包括镍、铝、铁、锌等等，以便达到极佳的强度与耐腐蚀性。
不过呢，光这样还是不够的，因为随着金属的冷却啊，会有微小的氢气泡产生，严重威胁到螺旋桨的运行安全，并且呢，这样的瑕疵在铸造完成之后就无法修复了，它只能是在这一步被移除啊。怎么移除呢？那就是往熔融金属里面注入氩气了。氩气会从熔炉的底部开始往上升，并在此过程中带走所有的氢气泡。好了，移除了氢气泡的上百吨的金属液呢，终于可以开始灌入模具了。在这之后，它需要用5天的时间从1000摄氏度冷却下来，获得足够的强度来接受下一个挑战——机加工。当然，在此之前呢，我们还必须要温柔的把它从沙漠里面取出来才行啊！的确是很温柔啊。可以看到啊，这个时候的螺旋桨呢还是个粗胚，必须要经过机床等设备的一系列精加工之后，才能够达到需要的精确尺寸。但这一步完了，它的表面还是十分粗糙的。粗糙意味着极大的摩擦力，而极大的摩擦力呢，就意味着低效和高损耗嘛，所以要对表面进行处理。这一步呢，就是把螺旋桨变成让我们看起来十分养眼的样子了。它会先被装在一台全自动的铣床上，一层一层的被剥得光溜溜的，连最微小的坑坑包包都会被磨平。接着呢，再换人工进行最后的抛光处理。但问题来了，既然这样抛光法，为什么我们还是能够在它的表面看到明显的纹路呢？那个呢，其实是用平面洗刀切削曲面之后很自然的结果了啊。想要彻底没有吗？可是可以啊，那就要在其中插补更多的切削操作，或者换上可以加工曲面的球头刀。但两者都会极大的增加加工时间，实在是没有必要了。现在这个样子呢，虽然看得出纹路，但就光滑程度而言是绝对够用了，并且这样实在是太好看了，有没有？好了，基本上呢，这就是大型船用螺旋桨的生产过程了。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极度依赖工业制造水准的领域，能够掌握它的国家少之又少。但我们中国嘛，已经研发出了7轴5联动的机床，加工的最大直径已经突破了12.5米，最大重量来到了160吨。除了骄傲，还能说什么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